这是近年来韩国最吓人的恐怖片，比咒还要恐怖100倍，比灵媒更加诡异，堪称韩国伪纪录片的灵异天花板，绝对是你深夜抱团观看的不二之选。2023年韩国最新悬疑恐怖电影《诅咒录影》高能来袭，故事还要从1992年说起。朴相俊约女友到旅店开房，本想用摄像机记录美好瞬间，没想到甜蜜画面刚拍到一半，他却表情诡异地虐杀了心爱女友，而这盘自制录影带也成了朴相俊的作案证据。被捕之后，他神情恍惚，对行凶过程也是毫不知情。没过多久，他就自杀死在了监狱。面对证据确凿的杀妻案，警方将所有证物和档案封存了起来。有传言称录像里拍到了超自然灵体。2019年4月，嗅觉灵敏的导演老金听闻此事后，当即就决定以纪录片的形式重新解读杀妻案的背后真相。团队先来到警察厅的地下保管所，这里存放着官方禁止外流的凶案资料，却唯独找不到与此案相关的信息。经过一系列追查，他们找到当时负责案件的检察官，由于对方离世多年，家人便将团队带进杂物间翻找，没想到还真找到了全部档案和物证，其中就包括那盘诡异录像带。只可惜里面的内容并非凶手所录的原始视频，而是警方用摄像机翻拍的枪版视频。视频中朴相俊好像被东西灼伤一样，不停地拍打身体，然后从外面拿来刀具。女友担心出事，在身后死死拉拽，不料被男友一刀捅进了身体。事后阿俊傻傻地愣在床上发呆，就在他对着女友尸体俯身的一刹那，身后的镜子却映出一个诡异的身影。老金认为警方当年草草结案，肯定和这个诡异人影有关，于是就来到了当年的旅馆寻找线索。可是，一番查找后，却并未发现可疑之处。无奈之下，几人只得求助附近居民。没想到还真打听到了重磅消息，原本旅馆老板赵永泰在釜山峨眉洞的富人区有一处豪宅，但后来那里发生了火灾，赵永泰便来到这里投资开了一家小旅店。现在赵永泰就住在旅店顶层。老金听后急忙回到旅馆找人，可按了很久门铃也没得到回应。老金只得从峨眉洞火灾查起，原来那并非一起单纯火灾，而是发生于1987年的灭门惨案。凶手是17岁的赵金浩，当天他将妹妹和母亲残忍杀害后自焚，成了当时轰动一时的惨案。为了弄清楚背后真相，老金再次回到旅馆蹲守。这次他们终于见到了赵永泰本人。老人单手插兜，一脸从容，毫不避讳地说起了陈年旧事。他说自己是灭门家庭的远亲，那家男主人去世多年，母子3人相依为命，一直过得很辛苦。作为亲戚，他会主动帮忙干些重活。惨案发生后，由于房产无人继承，他便获得了唯一所有权。可是房子烧毁严重，重新修缮还需要一大笔资金，于是他果断卖掉了凶宅，来这里重新安置了新家。面对如此合情合理的解释，老金也没再继续追问，直接来到了峨眉洞凶宅继续追查。团队女记者在角落找到了一张老相片，上面的男孩正是杀死家人的赵金浩，他头戴鸭舌帽，与旅馆杀妻案镜子里的人影如出一辙。为什么疑似5年的赵金浩会出现在杀妻案的现场呢？除非他当年并没有死，或者是赵金浩的冤魂前来索命。朋友们觉得会是哪种可能呢？带着这个疑问，老金又走访了附近居民。居民说，这处凶宅是当地公认的鬼宅，里面经常传来女人和孩子的哭泣声。惨案发生后，还有一个男人从他家跑了出去，凶手并非17岁的赵金浩，正是那个男人。男人杀人灭口后，带着所有现金跑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，开了一家旅馆。还有村民表示，赵金浩的父母经常吵架。老金听到这显得一脸懵逼，因为赵永泰曾说，赵金浩的父亲在惨案发生前就已去世，可现在却突然冒出一个父亲。综上所说，老金认为赵永泰应该就是赵金浩的父亲，那他为何要谎称自己是他远方亲戚呢？老金认为他一定对自己隐瞒了真相，立马来到赵永泰家进行核实，可他却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事后老金又找到当年办理此案的刑警，对方表示赵金浩就是凶手，只是赵永泰并不是家中的男主人，而是男主人的弟弟。由于哥哥常年不在家，赵永泰便和嫂子鬼混在一起，还生了一个女儿。房子是他在1980年买下的，至今还在他的名下，并没有卖给他人。面对谎话连篇的赵永泰，众人一头雾水，他身上到底隐藏着什么更深的秘密呢？没有头绪的团队只好再次观看那盘录像。他们发现赵金浩的鬼魂出现在镜中时，朴相俊竟对着镜子弱弱地喊了一声父亲。看来男人确实是被鬼魂附身而杀人。可让老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这个父亲到底是指谁呢？更不可能是赵永泰，因为警方已经证实赵永泰是他的叔叔，那就说明屋里还有其他看不到的东西。为此，老金只得求助萨满神婆，与赵金浩的鬼魂搭线牵桥。午夜时分，一行人向峨眉洞凶宅走去。神婆一进门就感觉到了强大怨力，他随即取出驱邪神器开始做法。神婆先将准备好的鸡血涂抹在脸上，然后又把一张白纸含在嘴里招魂。就在他四处寻觅灵体时，楼上突然传来异响，
众人急忙跟着神婆来到2楼查看，就在他准备打开紧闭的房门时，院子里又突然传来几声巨响。老金循声来到庭院，发现进来时的缺口不知何时已被封死，而女记者正拎着锤子诡异地站在不远处。老金见状只得暂停拍摄，回去休整。没想到女记者回去没多久，就像中了邪一样，经常在半夜梦游。这天晚上，团队在寻找女记者时，无意间从监控里看到了难以解释的画面。原本还在公交站等车的女记者，下一秒竟跑到了公交车的前面。等老金找到时，发现她正在赤身挖土，后背也出现了很多奇怪伤痕。老金见状，赶紧将其送到医院进行治疗，就连专家也无法查出其发病的原因。无奈之下，老金再次请来了神婆支招，对方直言女记者已被赵金浩的鬼魂附体，需要尽快做法驱邪。在众人的陪同下，神婆便开始了跳大神仪式，从早上一直持续到晚上。突然，女记者跳起来疯狂拍打，身上好似有熊熊大火在灼烧，诡异的表情与旅店里的杀妻男一模一样。神婆见状，急忙将她放进冷水中浸泡。不多时，女记者就神奇的安静了下来。随后，她又向着凶宅方向奔去，径直来到了上次未被打开的房间里。她蜷缩在杂物堆，不停翻找，最后将一张照片递给了团队。众人看到照片彻底傻眼，原来赵永泰和哥哥竟然是一对双胞胎。于是老金又开始着手调查赵金浩的父亲，对方名叫赵炳善，是一名参加过越战的退伍老兵。由于身心受到极大摧残，就被政府安置到了釜山福利院疗养。据知情人爆料，这所福利院堪称人间炼狱，病患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治疗，反而成了统治者施暴的发泄工具。赵炳善在入院后，则从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。直到1987年，由于内部的贪污腐败，福利院被强制关闭。赵炳善从那里逃跑后便不知所踪，而照片的拍摄时间正是1987年，和那场灭门惨案的时间相吻合。由此可见，赵炳善逃出福利院后便回到了老家，和弟弟生活在了一起。那么照片中的孪生兄弟到底谁是赵炳善？从福利院的档案和照片来看，赵炳善的身体和双腿并没有任何问题，那就是说合影中的健全男人便是赵炳善。团队还了解到赵炳善的右手有大面积烧伤，而合影中轮椅男的右手明显并无异样，结合之前旅店老板手不离兜的异状，也再次验证了他就是哥哥赵炳善。现在赵炳善的身份已经确定，唯有残疾的赵永泰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就在团队觉得快要水落石出时，却再次遭遇了灵异事件。这晚女记者和老金视频通话时，不停地对着屏幕自言自语，身后的窗户上也印出了赵金浩的鬼脸。待鬼影消失后，女记者却变得异常狂暴。团队赶紧来到女记者家中查看，发现地上到处都是血脚印，监控也被扔在了地上。老金急忙捡起监控查看，发现女记者从卧室出来后，好似看到了可怕之物，身边的宠物猫也被一刀封喉。除此之外，团队3人还在卧室里找到了1992年旅馆杀妻案的原版录像带，也就是凶手自己拍摄的那盘。那么女记者是怎么得到的呢？她现在又去了哪里？就在众人不知所措时，老金突然想到今天的一条新闻，有人在峨眉洞凶宅后面的山上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祭拜仪式。他认为这个活动肯定和附在女记者身上的赵金浩有关。众人来不及多想，立即驱车前往。到达目的地后，果然发现了披头散发的女记者和正在逃跑求救的赵炳善。老人一看是老金，转头就向山上跑去。2名工作人员想要上前控制疯癫的女记者，没想到却被对方残忍杀害。最后只剩下老金逃过一劫。他拿着染血的摄像机追随着女记者一路前行，途中还有大量巫师在诵经祈福。快到达山顶时，老金发现了一处用石头搭建的祭坛，里面时不时传出说话声。他小心翼翼地向里面走去，发现石墙上挂满了被超度者的照片，这些人都是在福利院被虐待而死的亡灵。祭坛正中央摆放的则是赵金浩的遗像。突然一只邪手伸了过来，老金慢慢地转动镜头，就在2人对视的刹那，墙上的照片全部整齐掉地，然后老金死在了女记者的刀下，而遗落在地的摄像机却拍到这样的画面：女记者拿刀缓缓地走向了祭坛后的赵炳善。说完便一下下捅死了眼前的老人。原来赵金浩的亡魂一开始就加入到了其中。早在团队成立初期，女记者就收到了那盘自带诅咒的原始录像，在观看之后便出现了一系列被附身的怪异举动，至此杀妻案和灭门案也终于水落石出。电影最后，警方根据老金团队拍下的视频了解了全部真相，还在凶宅的地下室找到了用水泥封存多年的赵永泰的骸骨。原来赵炳善年轻时当兵参加了越战，临走前留下了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在
在家。战争结束后，因为身心受到巨大创伤，便来到了政府资助的疗养院。可进去后却被统治者百般折磨。为了活下去，他加到了施暴的队伍中，惨死在他手中的受害者不计其数。疗养院关闭后，赵炳善逃回了家，看到妻子和弟弟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心灵的扭曲促使他杀光了所有家人，在亲手烧死儿子后，又将所有罪名全都嫁祸给了他，自己则冒充了弟弟赵永泰的身份远走他乡。没想到赵金浩的阴魂不散，竟附身在了房客身上作乱，而这一幕正好被摄像机拍到，将他的魂魄封印到了录像带里。直到2019年老金等人重启调查后，女记者收到了原版录像，独自观看时被赵金浩的冤魂附身，展开了血腥杀戮和复仇。而年迈的赵炳善在接受采访后，由于承受不住内心的折磨，便在凶宅附近大搞祭祀活动，祈求亡魂宽慰长命百岁。没想到却被冤死儿子的鬼魂终结了老命，一个可悲又可恨的结局。诅咒录影算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伪纪录恐怖片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选择观看原片。